轩，现在全世界又开始展现这种防疫的这种模式下去，为什么？现在印度的利百病毒，现在很严重，我们台湾也在防堵，但就是在全台湾甚至全世界都在防堵的时候，出现一件事情，这是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之前武汉病毒 COVID-19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被指的那一间研究所，他竟然发了一个文章，他说什么？针对于这种所谓的利百病毒，他们已经有特效药出来，我想太奇怪了吧？不知道了，我们讲这个匪夷所思，因为第一个，这个利百病毒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这个问世上了，也就是说大规模的传染很罕见。但印度呢，他突然间跟你讲说，在这个西孟加拉邦这个地方哦，出现什么状况呢？医护人员哦。不是什么农民哦，跟你讲说哦，他突然间感染到了这个利百病毒，对，然后开始呢在医院里面的扩散，然后将近有100名，因为这个利百病毒来，我跟我讲一个关键点哈，它也是由蝙蝠传染的，对，很奇怪了吧？蝙蝠传染给畜生，畜生传染给人，或蝙蝠直接传染给人都有可能，但是呢，怎么突然间爆发呢？然后爆发之后，印度开始大规模进行消毒。因为很有可能包括它的动物也有感染到，甚至是呢这个蝙蝠如果说感染到蔬果的话，也可以直接传染给人。那人吃到这个被感染的这种我们讲的猪、鸡、牛、鸭、羊啊、肉啊、猪啊等等，也有可能被传染。那问题是呢？当大家在火急火燎去制止这个我们讲的利百病毒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一件很怪的事情。你像泰国说什么呢？我们没有病例，但我们紧急的开始在海关进行防堵。但是中国呢，突然间跟你讲说，哦，你中利百病毒是，我跟你讲哦，我这边有口服特效药哦。那赵尔，我问你。哪有这种事情的？一个本来已经没有人在讨论的病毒，对，也没有人在研究的病毒，对，你现在可以去网络上查，你可以问 AI 都没关系，他会跟你讲说，目前为止此病无药可医，而且连疫苗都没有，对，无药可医，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讲支持性疗法，因为它潜伏期大概3到14天嘛，那就是说你若发病的话呢，你就只能慢慢等，因为各位这致死率75%到50%，吓死人，就你得了之后很容易死会脑炎，然后全身瘫痪这样子那莫名其妙，中国说哦，你得了是不是？我这边也有，所以搞不好各位啊，我都怀疑一件事情，知道了，病毒外交嘛？你哪知道嘛？因为怎么又是武汉研究所？对，当时 COVID 不就是被指控他吗？不就说是你吗？那你今天跟印度在搞什么东西呢？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印关系现在不太好啊。来，这是利百病毒到目前为止它扩散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印度基本上已经全境被列为疫区了。但另外一个你看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都开始讲说，有可能来 community transmission， 就是有可能会去开始进行传播，社区传染、动物传人，从印度、孟加拉、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代表说它已经开始有这个扩散的迹象了。而且你看到它这样扩散完之后，连菲律宾这边它也是绿色，就表示什么？真的有一些病原体跟感染进到了这里来了。对，然后你看更诡异的事情来了，这中国人写的来非常严肃上海也完了，赶快离开中国，不要用公厕呢。跟你握手的人可能是带源者，别忘了冬天来了。中国也有来这个船员讲说，这一次船舶停靠上海突然要求做清洁卫生加消毒、拍照回传。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啦，是传到中国了吗？没有嘛。明明现在在印度嘛，那为什么中国现在第一时间点开始火急火燎，把我们整个海关做一个严密的查犯？来靠深圳码头呢，又来了一批人消毒拍照。中国出大事，那我问你，中国怎么会提前防范？中国你怎么知道？你就说没有我看到那个印度有病例，所以我马上进行防范啊，很奇怪嘛。来，那再来各位，你看恒大、美德医疗、康纳新，我不是叫你买。这些全部都是医疗股，就是以前 COVID-19 那个期间呢，突然间有飙涨过的股票，瞬间开始在这几天又开始涨停了，所以代表一个概念嘛，到底这个东西是印度它刚好运气不好，又给它遇到了，蝙蝠又飞出来了，还是说有刻意的人为维持？因为光看到武汉实验室，你就要内心有点想法了来，你看这是过去台湾曾经帮过的一个案例，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1988年，那个时候是马来西亚养猪户。第一次爆发这个我们讲的利百病毒，他说发生脑膜炎，那这个猪你知道干嘛吗？一直咳，猪会咳嗽你没看过猪咳嗽吧？猪开始咳嗽，然后后来检验之后呢，发现全部都是阳性，所以那时候他们大规模，你知道怎么样吗？他们把猪全部丢到坑里面，然后开始一只把它枪杀掉，扑杀掉100万只猪，然后呢，结果本来以为说盖掉就没事了嘛，没有，你知道吗？水流出来，猪的吃水，所以扑杀的这些军人可能刚好那个水沾到微掉，然后呢，他又没有卫生清洁很干净，连军人都发病，还有2个人发病，我去杀猪，最后我还去染疫。对，就猪的报复你谁叫你杀我，我就把病毒传给你。所以你知道吗？最后造成了一大堆我们讲屠宰场的人员跟这个我们讲的马来西亚的人呢，甚至有人死亡，也就是从蝙蝠
到猪，猪再到人，所以变成说这个路径一确认之后，比如说蝙蝠它去咬一些蔬果，那蔬果丢到那个猪的猪舍之后，猪就傻傻的把它吃掉，吃掉之后它就感染，感染之后呢，它就传给人，因为蝙蝠是不会有病症的，跟 COVID-19 一模一样啦。这时候就有人在骂一件事情，来，川普说美国不跟你玩了，反正你世界卫生组织是什么？中国的 DOG， 我退出。川普直接讲说，达沃斯说武汉都是湿带啦。就是武汉来的啦，武汉的病毒啦，而且呢，大量人死亡状况。同时哦，美国是很晚哦，我们讲率先不对，不是很晚哈，率先对中国实施禁令哦，掌握精准情报，确认是来自武汉，同时跟你讲说要密切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跟你讲啦，川普就直接点名了嘛。那现在呢，台湾不孤单，为什么？因为包括连阿根廷，我跟你讲说，你这个谭德赛、刚他赛，对不对？反人类罪。对，换言之，你对于人类的存亡以及人类的生存具有重大的危害，因为是你人为的疏失，因为你为了要舔共，所以导致人类这么大规模的死亡，你要扛上这个任。而我们面对另外一波疫情的威胁，恐怕现在的处置跟结果跟地位会与当年的 COVID-19 大不相同。郑峰，最近中国真的非常忙，为什么？习近平除了处理内斗事情之外，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英国的首相施凯尔不顾劝阻来到中国啦，要跟习近平来见一面，要好好来谈一下。就现在大家传出什么？其实施凯尔是怕的，他怕川普吗？不是，他怕的是我怕我被中国监听，那个是过去是有潜力，那个是有噩梦的。你知道吗？英媒也爆出了一个讯息说，我跟你讲，中国其实早就窃听你唐宁街窃听了4年啦。哦。你知道吗？同时间把这件事情丢了出来，对，同一时间、你不要傻傻笨笨的。这个时间很巧妙，也很微妙。他这样讲哦，他说，2021到2024年间哦，获中国支持的骇客曾经入侵谁的手机呢？强生、特拉斯还有苏纳克3任前任音像的手机哦。对，当然他是说入侵他们的手机，还有他旁边幕僚的手机啦。你看哦，他里面讲到这一句让人家毛骨悚然。他说，一名消息人士说，中国骇客的行动就是指导首相官邸的核心。没错，你最机密的东西居然去了中国，没错，什么都露出了。然后你还去中国访问，对，所以你这个施凯尔真的要好好想一下。那你想一下，这个骇客团体到底我们刚刚讲是谁支持的？是中国，对不对？那这个 MI5 英国的军情5局呢，很有趣哦。你看哦，去年的11月对，他曾经向国会发出关于中国间谍威胁的警报。来，去年的11月，大概去年11月的前1个月，就10月嘛，有什么事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中国更正那个英国的司法单位撤销起诉2个中国间谍。对，那为什么撤销起诉？那2个中国间谍其实是英国人呐，都叫 Christopher， 他们被谁吸收？你有没有印象？蔡奇啊。对。然后本来英国司法单位起诉啦，然后后来为什么去年底突然间撤销起诉？就是施凯尔啊。为什么？施凯尔他说他拒绝把中国认定为敌对势力。所以对于情报部门来讲，他当然没送嘛。因此这一次为什么英媒会突然间在施凯尔访中的时候爆出这个讯息？他就跟你讲说，你施凯尔未免太天真了吧？对嘛，你不要那么天真，这一定是英国情报单位泄露给媒体的嘛。那中国对于这个英国的渗透，当然不会只有现在嘛。从以前到从2008年就开始渗透。对，我们看一下2018年当时的音像那梅伊啊。他也去这个中国访问啊，还跟习近平见面呢。结果你知道，当时 MI5 一样跟他讲，他说：“你晚上你换衣服啊，你不能在这个你的卧室里面，就是你下榻的饭店换，什么意思？就你当然不是都在里面换。他说你要换，应该要在被窝里面换。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的房间里面都是监视器，都是针孔摄影机，都是针孔摄影机，太恶心了吧？所以你很赤裸的一些画面有可能被中国掌握哦。”那他甚至跟他讲说：“首相啊，我跟你讲，你们千万不要充电，为什么呢？因为连中国饭店的插座都可能有间谍软体啊。所以如果你插头一插下去，连到你的手机的话，你的手机可能就被入侵啦。那2018年当时中共称中英关系叫钻石时代嘛。对。那我问你啊，钻石时代之后，英像访中之后，两国关系有没有比较好？我跟大家讲，2019年爆发什么？中共镇压香港啊。对。2022年爆发什么？这个
那个中共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所以两国关系有比较好吗？没有嘛。你英相去访中之后，中国照样不理你嘛。那2008年的时候，布朗也访中过啊。对，布朗访中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幕僚晚上去喝酒啊，喝酒之后就被一个女生相中，哦，就睡了。你也知道中共最厉害就是美人计，对不对？那这个布朗的幕僚公公就把他带回去旅馆共度春宵。共度春宵，早上的时候发现人不见了，手机也不见了，中了美人计，中了美人计，资料都不见了，资料都不见。你想看看这个幕僚该打了，该打了。布朗身边的核心幕僚手机里面存有多重要的资料啦。所以你看，其实你现在的印象是凯尔，你如果对中国还存有幻想，你想要在美国跟中国之中左右逢源啊，但现在看起来，你这样子软弱的下场，可能会让你陷入左右为难的境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